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道琼斯工业指数呢，昨天出现了一定的转机，道指呢完成一轮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跌破了重要的指数关口34000点，这个位置上位于在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的支撑线上。跌破之后并形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我们认为根据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日线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的反弹。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标志性的反弹信号，就是在昨晚出现的这个十字星下跌了0.2%的十字星出现之后，我认为对道琼斯工业指数来说，很容易在小时线级别或4小时级别反弹西游完成之后，重新站上34000点，也就是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共同形成的一个支撑位。如果在支撑位上得以企稳的话，那么美股行情容易出现一段的回暖迹象。除了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有回暖迹象之外，通过我们多空数据来看我们这个多空数据是实时的。特别是在4小时级别到小时线级别，我们看到目前多头的山寨币出现了一个转多的一个节奏，然后空头的山寨币目前已经比较少了，已经是出现了一个个位数，所以呢，目前正是山寨币由空转多的一个节奏当中。同时呢，我们回到主流币的行情当中，主流币的最重要的一个多头币种是 BCH。我们看到 BCH 最近2天表现不错，甚至出现了一个由悟空阳线、八阶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构成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涨西游。这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目前突破并站上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就是就是$230。这个位置呢是由前面行情当中震荡过程当中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它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支撑线，在$230附近跌破之后又重新收了回来，证明它在这个行情当中由空头转向了多头。那么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通过合并 K 线把时间级别调整到周线，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当中在周线上那么本周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周线上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上方有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因此呢，在周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 BCH 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领涨现象。那回到比特币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比特币仍然处在一个回补前面缺口的一个震荡过程当中，这里的缺口主要指的是$25000到$32000形成快速上涨之后形成的多头上的缺口。我们知道多头缺口需要空头来回补，第一轮回补在这个位置，然后第二轮回补，目前是第3轮回补即将完成那3轮回补之后形成了一个由红色线和白色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我认为这轮行情的震荡逐渐会向尾声过渡，在尾声过渡的时候，我们正在面临的是10月份也就是11小长假的比特币月。那么比特币月80%以上的概率都会出现上涨，所以呢，当前的行情结构面临这样的变化，这个收敛三角形面临的一个是向上的突破。对于比特币来说，最重要的阻力位是在$28000。为什么说这里是阻力位呢？因为我们看到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在$28000构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压制。同时呢，前面行情当中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位，也在$28000这个位置上，如果得以突破的话，比特币将会迎来一个阶段性的牛市行情。同时呢，我们认为25年是一轮牛市的高点，那么现在是处在23年9月份，马上10月了，也就是说目前处在一个熊牛过渡的时间节点，同时结合下个月的比特币月，认为多头是目前在震荡行情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可以期望的获利方向。
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看到 TRB 作为本轮行情最重要的一个上涨币种，在昨天晚上冲高之后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结构走势非常清晰，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发动突破，并且突破完成之后，我们看到焦点位它是一个有黑洞效应的位置，所以呢冲高之后是有机会出现回落的。同时呢，这轮行情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完成2轮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本轮行情在当前位置形成了一个日线级别的8阶阳线。那么8阶阳线和沙僧阳线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那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如果它俩最终完成互换的话，那么8阶阳线就有可能更多的震荡。所以呢，当前行情当中在日线级别8阶阳线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一些震荡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呢，只要不跌破8阶阳线的开盘价，也就是$46这个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那么多头仍然有可能继续完成它的日线级别上涨吸收。总而言之呢 ，TRB 是本轮行情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多头币种在下流行情当中，我认为它也会有非常不错的表现。但是这种币种因为它的强势它的强势在熊市行情当中往往会走出我们经常看到的一日游行情，所以呢，如果它能够出现调整进场的方式尽量采用分布式进场分布式进场平摊成本，这样呢能够更容易在带止损的情况下把握低的位置，最终呢获得我们趋势上的利润。还有不错表现的是 Luna， 这轮行情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直接顶到了日线级别重要的压力位144均线黄色线的这里144均线这个位置，然后开始回落。那么底部我们看到成交量和价格同步出现放大之后，上方是有压力，那回踩之后仍然有机会在回踩完成之后继续上行。我们看到它在4小时级别上是完成了4小时级别50均线、10均线对144均线和169均线的突破。突破之后回踩结束之后，它的如果上涨趋势不变的话它要面临突破144均线、日线级别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所以呢，我们看到这轮行情它在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如果能够出现小时线级别的调整，那么如果能够到达$0.45附近的情况下，它是一个可以进场的位置。同时呢$0.45也是底部小时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上移之后形成了一个支撑位所以呢，耐心等待它在4小时级别上涨吸收完成之后，做出的一个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小时线级别调整，回踩小时线级别144均线和169均线之后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位置，容易把握它未来日线级别上涨吸收的一个趋势。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大家，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再见。